你以為看完上集德系引擎的噩夢就結束了嗎？大錯特錯，德國人的工程技術手裡可還藏着一大堆驚喜，而且多半都不是什麼好事。今天我們就再來盤點15款連資深修車老黑手看了都要落淚的德系引擎，從複雜到讓人想撞牆的電子系統，到根本是災難級的設計缺陷，這些心臟完美證明了一件事：有時候配備給的越多，壞的越快，簡簡單單才是真理。上一集播出之後，我們收到超多車友的热烈留言。有人在下面敲碗補充各種災情慘重的噩夢畸形，也有人在問還有更猛的嗎？只能說真的還有，而且還不少。不得不佩服德國工程師真的有一種神奇天賦，总能把原本很有創意的点子硬生生折腾成各大保養厂的噩夢。安全帶系好，準備好再次被傷害了嗎？我們直接開車囉。2006年問世的 BMW N54 在當時簡直是一場小革命。作為 BMW 第一款量產的双涡轮增压汽油引擎，主打的就是要徹底消除涡輪遲滯，同時還能兼顧省油，用2顆小涡輪代替1顆大涡輪，聽起來超合理的，对吧？但在實際開起來之後， N54 卻成了 BMW 史上最需要關照養起来最心累的引擎之一。第一個大魔王就是那臭名遠播的高压燃油幫浦，這東西故障率高到 BMW 叫召回叫了好幾次，幫浦一掛，車子就直接顧路，管你是卡在台北市區的高架道路，還是在國道飆高速，說熄火就熄火。最狠的是，它故障前完全沒前兆，前一秒好好的，下一秒直接罷工。再來是噴油嘴，因為採用缸內直噴，噴油嘴很容易積碳堵塞，導致引擎怠速抖動，甚至失火，要換費用高到嚇死人。光是換一組原廠噴油嘴，幾萬塊台幣就直接飛了。但最讓人崩潰的還是涡輪本體，負責控制增压值的排气泄壓阀非常容易卡死，結果就是2顆渦輪輸出不平均，引擎出力忽大忽小，嚴重的話直接把引擎整顆炸掉。很多保養廠都反映過，不少 N54 開到8萬公里左右，2顆渦輪就雙雙報廢。光是換渦輪，連工帶料15萬台幣起跳都是家常便飯。更令人抓狂的是除錯過程，這顆引擎塞滿了各種感測器跟電腦模組，連原廠老技師抓故障碼都要抓好幾個小時。好不容易找出問題，看到那天文數字般的修車單，很多車主最後都選擇直接開去中古車行估價賣掉。OM642 當初可是台灣與全球賓士用來打響柴油帝國招牌的王牌。這顆 3.0 升 V6 柴油引擎搭載共軌直噴可變幾何渦輪，能給的頂級配備全部給足。從2005年一路用到2018年，幾乎全車系都有它的身影。從載貨的 Sprinter 保姆車、休旅車 GLE， 一路到頂級旗艦 S-Class， 通通都在用。但誰能想到，這顆心臟最後居然變成了全台修車廠與車主心中的財務噩夢。它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災情，就是進氣歧管裡的旋流閥 Swirl Flaps。這幾片用來優化進氣流場的小金屬片設計簡直是災難，它們非常容易斷裂，而且斷得非常不乾脆，碎片會直接掉進氣缸裡，在裡面亂刮亂撞，活塞、氣門、缸頭瞬間被打得稀巴爛，嚴重的話整顆引擎直接報銷。最氣人的是，賓士當年被車主罵翻，集體訴訟後才開召回，而且還不是每個國家每個年份都有份。一堆車主只能摸摸鼻子自己吞。再來是 EGR 廢氣回流系統，它的 EGR 阀極度容易積碳塞住，只要一塞，車子立馬沒力，排氣冒黑煙，油耗暴增，拿去清洗耗時耗力，直接換新品又貴得要死。重點是每開個5到8萬公里，這個噩夢就會重新上演一次。最後是它的高壓噴油嘴，精密度要求極高，但也脆弱到不行，只要有一支噴油嘴故障，整台車就準備顧路，更別提更換費用了。光是換一支噴油嘴，工帶料連同編程報價就能輕鬆突破6、7萬塊台幣。請注意，這還只是單一支的價格。各大保養廠都開玩笑說，搭載 OM642 的車待在頂車機上的時間比在路上跑的時間還要長。最坑的是，這些大毛病幾乎都是保固過期後才陸續爆發，車主只能看着天文數字般的維修單欲哭無淚。搭載在奧迪 S4B5 跟 RS4B5 上面的這顆傳奇 2.7 升 V6 雙渦輪引擎，絕對是90年代末期德國工程師野心太重的代表作。在那個雙渦輪還像外星科技一樣稀有的年代，奧迪硬是要證明自己辦得到。2.7 的排气量炸出265匹馬力，在當時簡直是性能神話。但享受這股強悍動力的代價高到讓人想哭。最大的硬傷就是引擎室空間塞得太爆了，2顆渦輪被死死擠在狹小的空間裡，周圍全被隔熱板、管線跟電線包緊緊，裡面的散熱條件差到爆，高溫直接把2顆渦輪往死裡燒。渦輪故障根本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發生，特別是渦輪軸承在這種極限高溫下被折磨壞掉，完全是日常。但這還只是災難的開始。它的中冷器年紀一到非常容易破裂，一旦破掉，冷卻水順着进气
氣腔進燃燒室，基本上就是直接缩缸。整顆引擎報銷，它的冷卻系統更是複雜到像迷宮，好幾套冷卻循環，數不盡的水管、閥門跟感測器，只要哪裡漏水，而且這還超常發生，除錯過程絕對是維修技師的噩夢。很多時候為了換一條小小的滲水水管，整台車的車頭跟前保桿都得拆光光才摸得到，連最基本的點火线圈跟火星塞不讓人省心，烤耳壞掉是常態，而且藏在引擎最深處。在一般车上10分鐘搞定的换火星塞，在这台车上分分鐘演变成幾個小時的工程。雖然毛病多到令人髮指，但在老車玩家跟性能迷眼裡，這顆 2.7T 依舊是神物。那暴力的加速感跟迷人的聲浪真的無可取代。不過，如果你現在動心想入手一台搭載這顆心臟的 S4 或 RS4， 請先確認你的口袋夠深，而且手邊剛好認識一位願意幫你賣命的修車神醫。福斯 VW 這顆 1.2 TSI 當年就是為了向大家證明小排氣量加渦輪也能耐操而生。當時最流行的詞叫做 downsizing， 小排氣量縮缸趨勢，排氣量更小更省油，靠着涡輪加持還能有不錯的動力。理論上聽起來很美，但實際開起來，很多車主直呼根本是災難。這顆小巧的渦輪引擎因為空間塞得很緊，連日常維修都很卡手，光是換個機油、拆個機油芯，空間小到技師手都快抽筋。但這還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小問題，它真正的致命大魔王就是那條正時鏈條。這條鏈條非常容易提前拉長、變形，導致引擎正時偏掉。最慘的情況就是跳齒，甚至直接斷裂，整顆引擎瞬間報銷。最氣人的是，福斯官方當年還一直宣稱這條鏈條是終身免維護的，但免維護可不代表它不會壞啊。另外，它那顆小小的渦輪對高溫極度敏感，如果你常常只開短程，或是引擎還沒熱車就頻繁冷啟動，渦輪受損的速度會快得嚇人。渦輪一掛，換一顆的費用常常貴到比整台中古車的殘值半價還高。加上它採用缸內直噴，進氣門非常容易積碳，不像傳統的多點噴射可以用汽油順便沖洗氣門，直噴引擎開久了，進氣門直接卡滿厚厚的油泥，結果就是馬力流失、怠速抖動、油耗暴增，要拿去打沙或用核桃沙清洗。又是一筆不小的花費，全台各大保養廠都接過不少這類案例，很多 1.2 TSI 才開個5到10萬公里就爆出嚴重大毛病，特別是常常在市區塞車、走走停停的代步車，出問題基本上只是時間早晚而已。BMW 的 N57 當年可是被寄予厚望的柴油旗艦心臟，這顆 3.0 升直列6缸柴油引擎集結了最新的共軌噴射、可變幾何渦輪，你想得到的頂級柴油科技全給了。從2008年一路用到2016年，廣泛搭載在台灣非常熱門的3系列、5系列，甚至休旅車 X5 上面。但很可惜，這顆引擎依然沒逃過 BMW 的傳統宿命。最讓人崩潰的就是它的正時鏈條 ，BMW 工程師竟然把它設計在引擎正後方，緊貼着防火牆。這意味着只要鏈條預防性更換或拉長要換，而這又是必經過程，維修技師就必須把整顆引擎引擎拆下來，工程浩大到要弄好幾天，光是工資就貴到讓人吐血。再來是 EGR 廢氣回流系統。EGR 閥極度容易積碳堵塞，一塞車子就掉動力，油耗飆高，而且因為位置極度別扭，光是拆下來清洗就非常費工。更麻煩的是，它那套極度複雜的廢氣排放系統 ，DPF 柴油、碳微粒過濾器、CR 觸媒，還有 AdBlue 尿素噴射系統，全部都是毛病一堆的吃錢大坑。一旦 DPF 堵塞，車子立馬跳警告，並鎖動力進入跛行模式。如果尿素系統故障，電腦甚至會直接鎖死，讓你連發動都發不起來。就連它的可變幾何渦輪也不省心，裡面的可變葉片非常容易被積碳卡死，輕則沒力，重則直接縮缸。要換往往還是雙渦輪一起報銷，一次修下來口袋直接大失血。很多 N57 的車主都反映亮燈根本是日常，天天跑保養廠。最抓狂的是，這顆引擎塞了幾百個感測器，只要任何一個訊號異常就亮燈，連老技師抓毛病都要抓到懷疑人生。M113 Compressor 就是當年賓士 AMG 用來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暴力美學的代表作。這顆 5.4 升 V8 加上一顆機械增壓器，聽起來超迷人，對吧？理論上很猛，但在實際養車跟修車的技師眼裡，它根本是一場噩夢。這顆機械增壓器本身就是最大問題，它由曲軸直接皮帶驅動，只要運轉就會產生極高的工作溫度跟磨損。一旦機械增壓器磨損故障或咬死，換一顆原廠新品，連工帶料15萬到18萬台幣起跳是基本。但這還只是個開始，它的鎂合金进氣歧管雖然輕，但時間久了極度容易腐蝕破裂。只要一漏氣，吸入額外空氣，漏空氣，車子立馬沒力，怠速嚴重抖動。偏偏它塞在引擎正中央，要拆下來更換非常費工，它的散熱冷卻系統更是長期處在崩潰邊緣。
機械增壓帶來極大的運作熱量，水幫浦、节温器、水箱、水排，通通都在极限運轉。过熱是这颗引擎的家常便飯，一旦抓水温过热，隨之而來的就是氣缸床墊片燒掉等天文數字的衍生傷害，還有它的耳點火線圈，在這種引擎式高溫酷刑下壞掉根本是日常。重點是這顆 V8 採用的是單缸雙火星塞設計，全車整整有16隻火星塞。光是拆裝烤耳跟換完這16隻火星塞，就能把技師折騰到腰酸背痛，耗上一整天。各大修車廠技師看到 M113K 進場都頭痛，因為引擎室塞得滿滿當當，就算只是做個小保養或換個耗材，都要拆掉一大堆周邊零件。別的引擎1小時搞定的事兒，在這顆 M113K 上面分分鐘變成一整天的苦工。等一下，如果你覺得這一集聽起來比第1集還要慘，還要崩潰，那你完全沒猜錯。如果你也對德系引擎這些黑歷史跟修車血淚史感興趣的話，趕緊幫我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因為後面還有最後8顆更恐怖的噩夢級引擎等着大家，我保證絕對一個比一個精彩，一個比一個慘烈。保時捷的 M97 引擎原本是要來救火，解決前代 M96 那臭名遠播的所有缺點，更換了新設計的中間軸承，強化了內部機件，還升級了潤滑系統。但就像保時捷常演的戲碼一樣，解決了舊問題，卻又帶出了新麻煩。這次的新魔王是可變氣門正時調整器，這東西非常容易提前磨損，導致引擎怠速不穩，加速沒力。最抓狂的是極難出錯，因為它的故障症狀跟一堆零件壞掉都很像，只要它一報銷，換下來光是工帶料10萬塊台幣就直接飛了。再加上保時捷招牌的水平对卧引擎結構，讓每一次維修都像在渡劫。以漏油來說，一般車漏油是直接往下滴，很好找原因，但水平對卧引擎一漏油，機油會順着引擎本體噴的到處都是，你根本分不清到底是從氣門室蓋、曲軸油封還是氣缸本體漏出來的。找漏油點全憑運氣，它的機油潤滑系統非常複雜，有好幾套獨立循環，只要其中一條塞住或滲漏，下場就是災難型的。特別是機油幫浦很脆弱，只要幫浦一故障，供油不及，整顆引擎直接拉滾珠。縮缸報銷，散熱更是水平對卧的宿命通病，因為氣缸是橫着擺，熱量極難散掉。只要在台灣夏天的市區塞車，或是稍微熱血拉轉一下，引擎水溫就很容易抓高。輕則氣缸上座扭曲變形，氣缸床墊片燒掉，重則整顆引擎直接報廢。全台各大保養廠都說，要動這顆 M97 引擎真的要有心理準備，想換個火星塞，歹勢你得先拆下後輪跟周邊一堆排氣遮熱板，做個換機油保養。也因為水平對卧的擺設格外費工，至於抓故障碼，很多時候連原廠技師都像在猜燈謎一樣，摸不着頭緒。搭載在 M5 跟 M6 上面的這顆 S63絕對是 BMW 性能工藝的頂峰， 4.4 升 V8 雙渦輪直噴系統炸出超過600匹馬力，只要是改裝迷看到這顆心臟，心跳絕對加速。但這種極致性能的代價就是天文數字般的養車成本。它的2顆雙渦輪幾乎是隨時處在極限狀態，高轉速、超高工作溫度，還有緊繃的增壓值。渦輪掛掉根本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什麼時候來。特別是渦輪裡面的軸承在高溫折磨下耗損極快，一旦渦輪下崗換一顆原廠新品，連工帶料20萬台幣起跳是基本，而且通常一壞就是2顆一起打包下場。再來是它的高壓燃油幫浦，為了噴出高達280的超高油壓，幫浦長期處在高負載運作，非常容易罷工。幫浦一故障，輕則掉動力，重則直接在路邊顧路熄火，要換又是一筆大失血。它的機油潤滑系統更是複雜到不行，為了讓你在過彎下極限計值時不會乾噴乾磨，原廠設計了多組機油幫浦來抽油，只要其中一組幫浦故障，下場就是機油供應不及，直接拉滾豬縮缸。特別是在跑賽道的時候，機油壓力和過熱問題更是 M 車友圈熱烈討論的常客。最後是它那套繁複到可怕的電控系統，幾百個感測器全天候監控引擎各個參數，稍微有一點不對勁，電腦立馬鎖動力跳跛行模式，而且一亮燈往往就是同時噴出4、5個故障碼，連專修 M Power 的老技師都要查很久。最讓車主崩潰的是，這些大毛病很多都是熱血操車時才爆出來。如果你只是買一台 M5 順順開，上夜市買宵夜可能還沒事兒，但如果你常帶它去力保賽道或跑山路，毛病立馬一個個找上門。問題是誰買 M Power 是為了拿來慢慢開的啊？OM654 是賓士在柴油門事件之後推出的全新2升直列4缸柴油引擎，原本標榜用了最新一代的環保廢氣處理技術，結果呢，環保是環保了，但卻給車主帶來了一堆全新的顧路噩夢。
第一個大魔王就是它的 AdBlue 尿素噴射系統，故障率高到誇張，尿素噴油嘴動不動就結晶堵塞，管路也很容易故障，整個尿素計量單元更是壞掉的常客。重點是根據法規設計，只要 AdBlue 系統一出問題，電腦就會鎖定引擎，發動次數歸零後，直接不讓你發動車子，強迫你進廠。光是修這套尿素系統，外面專修廠換掉少說6萬到8萬台幣起跳。再來是柴油車主最痛恨的 DPF 柴油微粒過濾器。如果你常在台灣市區走走停停，開短途引擎，根本沒機會達到高溫來做再生。DPF 一旦塞爆清不掉，電腦立馬切進跛行模式鎖動力。原廠換一顆新品又是5萬台幣起跳的開銷，還有 EGR 廢氣循環閥，基本上是慢性病，極度容易積碳堵塞，導致車子跑起來軟力油耗暴增，拆下來輕耗時耗力，換新的又是筆錢。最讓車主吐血的是，這些環保黑科技的毛病往往都在過保固之後才一口氣爆發。雖然原廠偶爾會有善意保固，但不是人人都有資格拿到。要是尿素 DPF 跟 EGR 一起聯手作亂，修一次的費用貴到你都會開始懷疑人生。這顆現代化的 3.0 TDI V6 原本被福斯集團寄予厚望，要拿來當旗下柴油車款的旗艦大心臟，結果最後不只淪為柴油門廢氣醜聞的代表作，它自身的機械與後處理毛病更是讓無數車主修到崩潰。不談那套被抓包的非法作弊軟體，光是它為了通過環保法規而加掛的超複雜廢氣淨化系統，結合了多重觸媒、AdBlue 尿素噴射跟 DPF 柴油微粒過濾器，就已經是個災難。這些環保組件單拆出來一個就很愛壞，全部揉在一起，簡直是保養廠的噩夢。第一個就是 EGR 廢氣循環系統，這套系統從 EGR 閥、冷卻管路到管道，基本上是無差別積碳堵塞。塞住之後，車子不止跑起來超軟力，狂冒黑煙，油耗還直線飆高。拆下來人工挖積碳，耗時耗力，而且每隔幾萬公里就要重複清一次。再來是它的可變幾何叶片渦輪 VTG 渦輪，非常容易因為柴油碳粒過多而卡死或咬死，輕則突然沒力跳故障碼，重則直接把引擎炸掉。如果遇上高階雙渦輪版本，一換就是2顆一起失血，材料費加上工資，直接讓人吐血。最讓車主抓狂的是，這顆 3.0 TDI 的很多維修跟診斷都需要原廠專用診斷電腦跟特殊工具，連電腦軟體更新都得連回原廠伺服器，外面的通用型民間廠往往沒設備，根本摸不着頭緒，最後只能被逼着回原廠，被當盤子宰。再加上柴油門之後原厂強制的軟體召回更新，很多車主更新完發現車子變得更鈍， DPR 再生更頻繁，甚至帶來一堆新的周邊小毛病，花幾百萬買一台 V6 柴油休旅，結果整天在跟積碳和軟體故障碼對抗，而且硬體被召回加装或修改，只會讓引擎負荷變得更重。接着我們看到 BMW 的 B58， 這顆引擎原本被寄予厚望，要來接替一代明基 N55， 成為新一代的完美直流神機。單渦輪直噴系統集結了 BMW 這幾年所有的黑科技，但就算是被車友吹上天的 B58， 骨子裡依然藏着不少令人頭痛的隱患。首先是它的高壓燃油幫浦故障率依然不低，因為要打出極高的油压，幫浦長期在高負載下運作，一旦壽命到了直接罷工，車子立馬在路邊顧路。偏偏這顆幫浦塞在引擎室深處，拆裝非常費工，光是工資加上零件就夠你心疼的。再來，身為缸內直噴引擎，进氣門積碳根本是逃不掉的宿命，因為汽油不經過进氣門，沒辦法幫忙沖洗油氣，開個幾萬公里進氣門就會卡滿厚厚的碳粒，輕則加速打滑怠速運轉不平順，重則油耗暴增，要解決只能乖乖上專修廠做核桃殺雞碳清洗，又是一筆定期要交的保護費。它的繁複電控也是個定時炸彈，全車幾百個感測器盯着引擎運作，只要稍微有點數值異常，電腦立刻打回跛行模式鎖動力。偏偏一亮燈往往一口氣跳出好幾個故障碼，連專修廠都要交叉比對除錯半天。至於涡輪系統，雖然比舊款雙渦輪穩定，但周邊的水冷式中冷器跟增壓控制模組一旦出現水溫過高或泄漏，動力一樣直接砍半。更換新品的價格同樣非常驚人。最扎心的是 B58 的很多問題都是在開了高里程過原廠保固之後才一口氣浮上台面。雖然 BMW 偶爾有善意保固折抵，但可不是每個車主都能幸運拿到。M276 原本是賓士打算拿來打天下的通用型 V6 引擎，從 C Class 一路蓋到 S Class， 甚至連 GLU 休旅車都在用。缸內直噴、进排氣可变气門正時，能給的黑科技全上了。但這種想要包山包海的設計，後果就是留下了一堆讓後續車主買單的致命代價。
第一個最臭名遠播的毛病就是它的正時鏈條與正時齒輪凸輪軸調節器鏈條極度容易提前拉長，導致引擎正時偏差，嚴重一點的直接跳齒，甚至鏈條斷裂，氣閥直接撞爆氣缸。最諷刺的是，當年賓士還對外宣稱這條鏈條是終身免維修，但免維修可不代表它不會壞，等它壞掉的時候，就是直接準備落引擎大修。再來，身為缸內直噴 V6 进气門積碳一樣是逃不掉的宿命，開個幾萬公里進氣門就塞滿碳粒，車子跑起來頓挫，怠速抖動，馬力直接打折。要清積碳就得把整套進氣歧管拆掉做核桃砂清洗，又是一筆固定的保養開銷。它的引擎室空間更是塞得密不通風，任何小保養都會演變成技師的噩夢。你想換個火星塞，歹式火星塞全部藏在进氣歧管下面，光是為了換幾隻火星塞就要拆掉半個引擎室的周邊，工時直接拉滿。還有它的可變气門正時電磁閥、正時磁閥也是故障率極高的耗材。壞掉之後馬力瞬間掉一截，引擎伴隨怪異異音，偏偏它的位置也很別扭，換個電磁閥也是費工費時。全台灣專修賓士的民間廠技師看到 M276 都搖頭，因為只要動到核心機件，幾乎都要拆掉一大堆周邊大組件。別的引擎1-2個小時能搞定的事兒，在這顆 M276 上面分分鐘讓你拆到下班，工資直接爆表。EA896 原本是奧迪在柴油門事件過後拿來展現全新柴油環保技術的 3.0 V6 主力心臟，但很遺憾，它依然逃不過現代柴油引擎的所有宿命通病。第一個就是 EGR 廢氣循環系統，基本上就是定期積碳塞爆預備組，從 EGR 閥、金屬管路到冷卻器，開久了通通被黑碳塞滿，下場就是車子跑起來軟礫，屁股狂冒黑煙，油耗還跟着飆高。想要恢復正常，只能定期乖乖花大錢做全套 EGR 拆洗清積碳。再來是那套非常娇貴的 AdBlue 尿素噴射系統，尿素噴油嘴動不動就結晶堵塞，管路出狀況，計量模組更是不定期罷工。一旦尿素系統跳故障，電腦就會啟動保護機制，發動倒數結束後直接鎖死，不讓你發動車子。光是修這套 AdBlue 尿素系統，在台灣原廠或專修廠換掉，少說9萬到10萬台幣起跳。它的 VTG 可變幾何葉片渦輪同樣嬌貴，極度容易被碳粒卡死。葉片一卡住，不止馬力掉一大截，嚴重的甚至直接爆渦輪，把引擎連帶拖下水。如果是雙渦輪版本，一換就是2顆連工帶料一起失血。最讓技師跟車主抓狂的是它的電控除錯診斷。EA896 的電腦故障碼寫得極度抽象又加密，連奧迪原廠老技師拿着專用電腦查半天，往往都像在解謎一樣摸不着頭緒，光是抓毛病就要耗掉大把工時。最後當然少不了柴油車噩夢 DPF 柴油微粒過濾器。如果你常在台灣市區走走停停，開短途，排氣溫度根本不夠讓它做被動再生。DPF 一旦塞死清不掉，車子立馬跳警告，切進跛行模式鎖動力。換一顆新品又是6萬到7萬台幣直接飛走。如果這幾套環保系統同時聯手作亂，修一次的費用分分鐘直接超過這台老奧迪殘存的中古車價。BMW 的 N55 原本是要來幫臭名遠播的 N54 雙渦輪救火的，原廠改用了單渦輪雙渦流結構，想說結構變簡單，毛病應該會少一點吧。理論上很美好，但在實際養車跟技師眼裡，這顆引擎依然帶着一堆專屬於它的通病。第一個就是 BMW 好像永遠搞不好的高壓燃油幫浦，故障率依然居高不下。這顆幫浦一旦壽命到了，直接罷工，車子立馬在路邊顧路，光是換一顆原廠新品連工帶料就要花你好幾萬台幣。再來，身為直噴引擎，进氣門積碳一樣是逃不掉的宿命。因為汽油不經過进氣門，沒辦法幫忙沖洗油氣，開個幾萬公里，进氣門就會塞滿厚厚的黑碳，導致馬力打折。怠速嚴重抖動，油耗飆高，要解決只能把整套进气歧管拆掉做核桃砂機碳清洗，又是一筆定期要交的保護費。它的正时鏈條同樣令人頭痛，非常容易提前拉長，導致引擎正时偏差。最酸的是，原廠當年也宣稱這條鏈條是終身免維修，但免維修可不代表它就不會壞。等到鏈條鬆掉要更換的時候，工序繁瑣到會讓技師叫苦連天。渦輪雖然比舊款 N54 雙渦輪穩定一些，但它的廢氣門旁通閥很容易因為高溫磨損卡死或發出異音。一旦廢氣門卡住，增壓值打不上去，車子立馬沒力，嚴重甚至直接拉掉動力。如果要換渦輪，連同周邊的中冷器管路檢查下來，又是一大筆開銷。最讓車主與修車廠崩潰的是 N55 的很多大修或零件更換，因為引擎室塞得極度緊湊，往往都需要直接落引擎，拆下整個引擎才能施工。別的車廠花幾個小時就能搞定的維修，在 BMW N55 上面分分鐘變成折騰好幾天的苦工。
EA288 原本是福斯集团用来走出柴油门陰影的救世主作品，一顆号称极度干净、超高效率的 2.0 TDI 新世代柴油心脏，挂滿了最先进的废气净化技術，但现實總是无情的。这顆引擎完美示範了什麼叫做過度複雜的環保黑科技，直接演變成車主的噩夢。第一個發難的就是它的 AdBlue 尿素噴射系統，故障率高到嚇人，尿素噴油嘴動不動就結晶堵塞，水箱跟計量模組更是壞掉的常客。最陰險的是，只要尿素水箱裡混進一點點水汽或雜質，整套系統立馬報警故障。一旦尿素系統罷工，發動倒數結束後，直接鎖死不讓你發動。光是處理這套尿素，專修廠連工帶料7萬到10萬台幣就飛了。再來 EGR 廢氣循環慢性積碳堵塞 DPF 柴油過濾器在台灣市區走走停停直接塞爆，還有它的 VTG 可變幾何葉片渦輪也極度容易卡死，連高壓共軌燃油幫浦也是壞掉常客，幫浦一死直接在路邊顧路。最讓人抓狂的是，電腦跳出來的故障碼都很抽象，而且一亮燈往往就是好幾個環保組件一起死，換一顆 DPF 5萬到7萬，換一顆渦輪10萬到13萬。如果這些組件同時聯手作亂，修一次大搞下來20幾萬台幣直接落幕。各大民間廠技師都笑說，這顆 EA288 在頂高機上的時間比它在路上跑的時間還要長。好了，以上就是我們為大家盤點的15顆德系噩夢級引擎，這直接證明了一件事兒：頂尖的德系工程技術跟日常耐用度往往根本不能畫上等號。從 BMW、Mercedes-Benz 到 VW 跟奧迪，各大德系豪門通通都有屬於自己的技師殺手代表作，大家發現了嗎？這些毛病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原廠硬要把越來越多的黑科技跟環保零件強行塞進極度擁擠的引擎室裡。Downsizing 小排氣量、渦輪增壓、超複雜廢氣處理，這些在紙面上看起來很美妙的創新，到了實際用車跟養車時，通通變成了崩潰噩夢。最諷刺的是，德系車在全世界一直給人精準、可靠、高品質的印象。這句話其實沒錯，前提是只要它沒壞，但一旦壞了，那個維修賬單絕對會貴到讓你懷疑人生。今天介紹的這15顆德系心臟，哪一顆是你就算貼錢給你好幾萬，你也不想幫它維修的大魔王？趕緊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跟我們分享你的修車血淚史。如果你喜歡這種揭開德系工藝暗黑面的精彩內容，千萬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我們會繼續帶大家深入剖析引擎歷史。有時候雖然滿手都是機油，但我們對車的熱血永遠不滅。我們下期見，拜拜。